当游览车停靠在青山好水的郊外，陈小娟带着孩子王明阳，随着公司的同事们下了车。大家看起来都很兴奋，开心的交谈，一起走到要露营的地方。同事们对王明阳都很亲切，尤其是人事主管很喜欢跟王明阳聊天。陈小娟看着人事主管牵着王明阳走着，她心里很是庆幸人事主管这么喜欢小孩。最近她忙碌于团康活动的筹备，对做的每一件事都很上心。人事主管也开始对她和颜悦色了起来，有时看她忙中有错，也会上前来跟她说明公司过往的处理方式，给予陈小娟一些帮助。对彼此的改观，让陈小娟不再觉得人事主管是个年事已高、做事严肃的女性长辈。相对地，人事主管也不再认为陈小娟只是一个爱招蜂引蝶的花瓶。今天大家几乎都有带自己的家人前来，而人事主管是单独一个人来的。听说她的老公前几年因为癌症过世了，孩子都已经嫁娶，目前是一个人独居。大家说说笑笑的来到露营地，恰巧一辆进口休旅车也行驶至这里。陈小娟看到顾晓从那台休旅车上下了车，而朱自强也身着帅气的休闲服下车跟在顾晓身后。看到这一幕，陈小娟心里莫名感到吃醋。这样的场景过去也曾发生过，只是当时下车的人是他，而不是顾晓。陈小娟想起，过去他总是任何场合的主角，因为追求他的男生很多，他总是会得到比其他女生更特别的待遇。顾晓一看到王明阳，便跑过来唤他：“明阳，阿姨好想你哦。”说着就跑过来跟王明阳抱着一起笑闹。朱自强看着也跟了上来，有些生疏地伸手摸摸王明阳的头。顾晓要朱自强做自我介绍，朱自强立刻霸总上身，像在跟客户商谈的样子，逗得王明阳开心的哈哈大笑。陈小娟忍不住上前对顾晓说：“很开心你今天来参加我们公司的活动，我以为你会自己开车过来耶。”“我本来是要自己开车的啊，但早上接到志强的电话，说要我帮忙搬一些露营要用的东西。他就是会使唤我。”顾晓好笑又好气的偷瞪了朱自强一眼。朱自强有些难为情的笑着，然后对陈小娟说：“对了，车上有一些食物、饮料跟一些餐具、卫生用品，快叫大家一起来帮忙搬吧。”陈小娟点点头，想再跟朱自强多说几句话，便看到朱自强开心吆喝男同事们一起来帮忙。陈小娟有些期待落空的退后一步，然后她看着顾晓跟人事主管一起在跟王明阳玩闹。这不是她心中想象的相遇场景，她以为会由她来向朱自强介绍自己的孩子，然后小孩会在朱自强的面前表现出她是一个多会照顾小孩的妈妈，让她可以多跟朱自强说几句话，或是让朱自强多了解她。陈小娟看着顾晓穿着简单的 T 恤和牛仔裤，而自己身上穿的是俏丽牛仔短裙，心里默默地开始为自己的外貌打分数。中午，大家吃着自己带来的食物，在露营区野餐，一起聊天说笑。陈小娟当下公布晚上会有晚餐竞赛，每一组做自己擅长的拿手菜，然后由在场的小朋友们来评分。在分组时，陈小娟动了一点小手脚，把朱自强和他跟王明阳分在了一组，而顾晓则是被分到和一个公司男同事一组。那个男同事目前单身，陈小娟有点想把他和顾晓凑成一对。过去他也常会这样，在团体中帮顾晓物色对象，然后希望顾晓和对方在一起。朱自强看着顾晓那一组，他有些不开心地瞪了那男同事一眼。男同事被瞪得莫名其妙，
还觉得自己是不是哪里惹老板生气了。执行长，你跟明阳带着这些食材，找个地方清洗一下。陈小娟把一篮的蔬果交给了朱自强。朱自强笑着问：你想好要做什么了吗？对啊，我想要做牛肉咖喱，明阳很喜欢吃，对不对？陈小娟对着王明阳说着，王明阳开心地拍手叫好。然后他看着朱自强带着王明阳去河边清洗食材，他心里暗暗希望他们彼此相处得好，这样未来有机会成为一家人，相处起来会更亲近。接着他看着顾晓跟男同事还在烦恼要做什么料理，他忍不住笑了出来。顾晓是个事业女强人，对家事根本不懂也不会做，连他自己都很好奇顾晓他们那一组会端出什么样的料理。哇，好香啊！跟顾晓同一组的男同事闻到咖喱的香味，忍不住过来找陈小娟说话。男同事对王明阳很亲切，两个人在陈小娟的身边，又是帮忙又是闯祸，让陈小娟哭笑不得。后来陈小娟便发现不知何时朱自强已经不在身边，找过去顾晓那边，和顾晓说说笑笑，两个人看似正在一起完成吐司料理。这时男同事向陈小娟搭话：小娟，你一个人带着孩子不辛苦吗？陈小娟看着男同事戴的厚镜片眼镜，因为镜片折射的效果，让男同事的眼睛变得好小，不像朱自强一样的明眸大眼，而男同事有些排列不整的牙齿，也让男同事笑起来很憨厚，不像朱自强一样充满阳光朝气。陈小娟对男同事显露没兴趣的样子，淡淡的说：是有点辛苦，但明阳很乖很好带。男同事再追着问：那你会想要再找个对象结婚吗？陈小娟有些愣住，她没想到男同事会这么直接，她依然笑着回他：其实我也想让明阳有个完整的家庭，如果有不错的对象，我会考虑的。说完，他情不自禁地看向不远处的朱自强。对呀，一个女人带着孩子真的很辛苦，如果有不错的对象，我再介绍给你。男同事对陈小娟笑着说道。啊？陈小娟像是回过神来，她不明所以地看着男同事。她一直以为这个男同事对她有些好感，因为男同事常在公司找她聊天。我有个亲戚也是离过婚有小孩的，他也想找个对象，有机会的话我再介绍你们认识。男同事说完，笑着看向陈小娟，像是在征求她的同意。听到这样的话，陈小娟心里有些失望，她停下了做料理的动作。其实我和小孩一起过得也很好，不一定要那么快再找对象。男同事听到陈小娟的婉拒，也没有继续话题，转而跟王明阳玩闹去了。但陈小娟却感到心里不平静了，难不成她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受男人欢迎了？那天晚餐竞赛是顾晓做的超浓厚起司法式吐司获胜，因为小孩们都爱吃起司，也爱吃甜食，因此实际上是顾晓和朱自强一起完成的法式吐司，却因为分组的关系，由顾晓和男同事一起领奖了。陈小娟看着身边的朱自强，很开心地为顾晓鼓掌。她发现自己的如意算盘好像打错了。